灾民已等不及了。你听听外面的惨叫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皇亲，我还姓窦。就因为你姓窦，就可以把官仓的粮运到自己的府里吗？天旱水灾，年年都有。今天就算是皇上来，也要念及他老祖母的面子，让我3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杀我呀！杀我呀！给我杀了他！是否连朕也要让你几分啊？说的真好，权大有靠山，皆可肆意妄为。朕现在就下旨，立即开仓，就从太守府开始。诺。两位恩师惠朕不倦，反而因朕命丧黄泉，生时不能护二位周全，死后也不能公然祭奠，朕于心有愧。陛下，河水东流，施恩常在。朕今后必当谨言慎行，待羽翼丰满，定振翅高飞。放回皇上！放回皇上！都给朕退下！诺。请陛下恕罪，方才情形危急，所以小人……行了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段宏。段宏。段，坚韧有力；宏，宽大而深，好名字。你耳聪目明，身手敏捷，不同一般呢。进宫守卫多久了？谢陛下赞赏，小人也是刚得丞相提拔，才有幸提升为骑郎，为陛下保驾护航。丞相，窦丞相，窦婴赠你宝剑，临走要安排你在朕身边，可见你确有能耐。臣自幼习文学武，尚未及冠，便幸蒙当时的淮南太守冠夫赏识，奔走军中，因而结识窦丞相。看来你跟朕一样，未到及冠之年，已有一番阅历。你一直在淮南军中吗？臣及冠之后，就在西北戍守，直到前阵子才回到长安，恰逢窦丞相临别托付，嘱咐臣忠心跟随陛下，死而后已。近来朕得新建带，新建钩，正想着何时能得把新剑。看来你就是朕的新剑。段宏誓死听凭陛下差遣。窦婴忠心于朕，临行前给朕安排勇教，又写下谏文。可惜他上呈的卷帛走书都被付之一炬，朕未能亲读。卷帛，想必又是洋洋洒洒的一篇谏文。不，卷帛上所述不过6字。丞相写谏文时，臣也在场。是哪6字？苦饥寒，逐今晚。苦饥寒，逐今晚。如今天灾频繁，而官家聚广，不但不体恤百姓，反而以金丸戏弄灾民，让他们争相追逐，从中取乐。更有人因此受伤，甚至丧命。窦丞相是希望朕体恤民生，才给朕亲笔这6字。陛下恕臣直言，这6字并非是窦丞相亲自书写，是你，是一个民间女子。这女子虽素衣简朴，
但气质不凡。能于寥寥6字，寄喻当前时事，可见区区弱女都能胸怀天下，上至丞相，下至民女，都此般告诫朕。看来朕真的要往民间多走几趟，了解百姓的生活实情。可是陛下政务繁忙，恐怕……朕不忙于政事，才合了太皇太后的心意。不收驻银，以无一物。你要是想买，就拿府上的玉瓶座来交换，钱币我可不要。你这什么道理？买卖早说好了，怎么就不收钱币呢？哎，不收就是不收。那是驻银，不能动啊！驻银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那是官银，不能碰啊！我就是要把这些破钱币全撒了。是管夫。干什么？不许抢！这是在干什么？大人，这人劫抢银车，快把他抓起来！哎，官兄，你本为京官，尽管现在已被免职，可我素来敬重你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哼！这就是你私铸的银钱，我劫抢你的铸银，就是想要告诉大家，你这是在劫抢百姓的血汗。全因为你这种铸币商，铸出这种缺斤短两的钱币，商贾们才拿这些伪币做薪资。你看，这就是你们贪婪者的祸，把这事给我带走！快，把你给我拖回去！说得好，做得好。官夫啊，像刚才那种好事，你常做吧？只是求心安罢了。见到这种不仁不义之事，岂能不管？刚才朕看到那无良银商被抓，也觉得痛快。如今你无官无爵，闲游四海，上至贵族，下至庶民，皆敬你3分。朕听段宏说，你身怀侠肝义胆，所以门庭若市，是吧？哈哈哈哈！侠肝义胆说不上，只是向来不拘小节，约略有积蓄，凡有才德贤能的都愿意相交，所以有些时刻罢了。段宏年少之时也在你门下，又是你把他引荐给窦婴的，让朕得此好进位，你居功不少。恐怕鄙人之功，该不止这些吧？本来是不是？先帝在位之时，你凭七国之乱有功，朕登基后就想重用你，可惜你醉酒闹事，连太皇太后的亲属都敢动手打伤，朕把你远调燕国，你却又再次鲁莽伤人，被免职也是理所应当。不过鄙人还是那一句，但求心安。但求心安，很好。听说你善于武打，而且谁的情面都不给，不知是不是？陛下恕罪。何罪之有？朕一次事件，便试出2个忠臣，快意得很。谢陛下。段宏听风。段宏在，你舍身护主，朕今封你为七门仆射，臣必誓死为陛下保驾护航，死而后已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至于你，进退有度。朕之前认为你鲁莽，难成大事，看来是朕错了。陛下言重了。你见多识广，门下贤才无数，朕希望你能推荐可用者，让朕差遣。将来朕新政得成，定会顾念你的大功。谢陛下。鄙人不求什么封赏，指望能助陛下一臂之力。陛下明德亲民，
必成旷世明君。朕这次往民间走这趟，终能亲睹民生疾苦，体会所谓苦饥寒，如今丸的深意。这6个字，足以驱策朕当个为民立命的好皇帝，不负一人。这3年来，田汾用人为亲，贪赃舞弊，如今越发猖狂，竟奏请收城南田地以建粮仓。朕不如将整个武库都给他好了，否则朕就非想报君位。子父，你有何看法？朝中之事，臣妾不敢议论。朕命你说。臣妾不敢，陛下在气头上会迁怒于臣妾。你若不敢劝朕，就不是朕的子夫了。你可知道这3年来，朕劝告了田汾多少次要收敛，但他却一发嚣张跋扈，目无君上。臣妾知道，陛下盛怒，只因忧国忧民，担心万民福祉受损。可是陛下这一怒，却让臣妾想起弟弟早前提起过的用兵之道。可惜臣妾才疏学浅，不理解其中的深意。什么用兵之道？为何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运而制战？因为怒可以复习，运可以复越。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。那是不是说，怒运的情绪可以改变，但是怒运之下兴师打仗，造成的伤亡甚至亡国，就不能改变？子父，你是想说，盛怒冲动做的决定，后果不能挽回，要朕息怒三思是吧？以田汾为相，是陛下答应皇太后的。若贸然废相，必损母子之情。皇太后见儿子与弟弟失和，也定会忧心难过。陛下弑母之孝，相信也不忍见皇太后难过。这是两难啊！朕确实要三思，找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好漂亮！难得娇儿这3年来每天都亲自帮哀家涂扣丹。娇儿她能服侍你，是她的福气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都不用多礼了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免礼，坐。你国事繁重，还天天过来看母后，好。母后刚才还对他们说，最近儿媳孝顺，让我觉得好开心。就连我弟弟田汾，他虽为丞相，公事繁多，也经常来嘘寒问暖，搜罗一些奇珍异宝、稀世药材，让母后觉得好顺心呐。母后顺心就好。但这些呀，也比不上他能辅助彻儿你更得母后欢心。母后正想着该赏他什么呢？彻儿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母后想想。母后觉得该赏什么便赏什么吧。怎么，说得这么敷衍？他是你的舅父，是你的左膀右臂，论功行赏可不能马虎。他都已经是丞相了，权倾朝野，还要赏什么？什么话？什么权倾朝野？就是以权谋私，向朕弹劾他的人大有人在，可他仍不知收敛。哼，嗨，母后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。听弟弟说，他一心为国，事事严办，难免遭人嫉妒。弹劾他的人是有，可往往都是些卑鄙的小人。我看呀，你把那些告状的都治罪就好了。这恐怕要错怪忠良了。丞相所谓的一心为国，不少都是巧立名目，实则中饱私囊。你怎么能听信那些无中生有的话呢？你可知，尊重长辈，这也是存孝道。臣妾有一事欲请奏。说吧。
皇太后提及孝道，如雷贯耳，提醒了臣妾：为子女者，父母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祭之以礼。父母既坐于高堂，子女就应该让他畅乐，不烦不忧，乃为孝。说的是有道理，可你想禀告何事？臣妾亡母之坟即将要迁移，欲出宫去张罗。臣妾自知为何规矩，但深觉皇太后重孝义、崇礼德，臣妾斗胆提出此请。原来是想求出宫啊！哀家还以为你是想劝皇帝。儿臣也的确受劝了，以后必以孝为先，让母后开怀畅乐。也求母后体察魏夫人一片孝心，准其所请。迁移母坟是大事，哀家这次就准许你出宫走一趟。臣妾谢皇太后恩典。小二，今日还是老菜式。哎呦，君侯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君侯常做的冬香，今日恐怕不能用了。那个，不知可否屈尊就坐楼下呢？那冬香一直是我们君侯所抢，怎会让给他人？你是欺我们君侯今不如昔了吗？不是。哎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来了来了！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冬香已经打扫一新了，保证贵客满意。打扰三位，求借地方一避。姑娘要向我等求助，又认为谁可以救你啊？依礼，上座者为主，见士与福琴先生为客。虽然只比大人深衣素朴，但腰系盘囊、剑钩，乃朝臣常用之物。求大人借地方一避。好一个心思缜密、知书识礼的姑娘啊！犹记当日的小女子，虽然无助，但聪明机智，气度不凡。老夫曾感慨，想不到如今已贵为魏夫人了。若是没有君侯当日的救命之恩，又何来我与弟弟卫青的今日？别说姐姐了，我们一家五口对君侯皆是感恩戴德。姐姐一直在说君侯为人正直，为君分忧。今日得见，卫青之幸。晚辈敬君侯一杯。你如今也是为皇上办事的人了，说什么做什么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你年轻气旺，又属习武之人，若能遇事冷静，世人则尊你为君子；若遇事冲动，世人则讥你为莽夫。谨遵教诲。君侯贤良，难怪皇上也一直念念不忘窦丞相，还盼着你能再做他的臂膀。我不过是一个废弃之人，别说保国安邦，就连自己的田地都保不住，被人给强占了。君侯有功于朝廷，他们未免欺人太甚了。君侯的地在哪里？卫青定为你讨回公道。哎，就在城南30里处，没了就没了吧。正所谓，小人殉财，君子殉名，又何必为了区区一块土地而争义气呢？今日，多谢二位，让窦婴依旧做了东乡，做了上座。你们姐弟真诚良善，
是大汉之福啊！若能跨过宫中的种种险关，将来一定前程无量啊！告辞，告辞。君后，二位不必送了，告辞。那块地是魏齐侯的，他是我们的恩人，曾经的窦丞相。当初田丞相说要送城南的那块地给我，我只一心庆幸母亲的坟终于有一块良地可以搬迁，我怎么会想到那是魏齐侯的？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该去跟田丞相说那块地我们不要了，让他赶紧收手，免得抢夺。可我都答应了，谢礼也都送过去了，如何能收回啊？况且他身居高位，又是国舅。大哥，君子当公以受禄，我们从未有功于他，怎能受他如此厚礼？卫青，他是当朝丞相啊！我就算能不顾及自己的项上人头，我也得顾及他的面子。如果我不给他面子，他又如何能让子夫好过呀？我这都是为了子夫着想。大哥，你糊涂啊！只怕丞相是要欺压魏齐侯，强取他的土地，顺便做馈礼，我们家倒成了他的帮凶了。丞相自己不痛不痒，可是姐姐呢，还欠了他的情，不得不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好话。你是害了姐姐。卫青，子夫，大可知道这厮有失分寸，但我只是个贱民，要我退掉丞相的好意，真的很难。况且我曾在母亲坟前起誓，择日就迁坟，我不想失信亡母。大哥提起亡母，让我想起那年那场水灾。当时满目苍夷，盗贼横行，我们虽与家徒四壁，却连仅余的也被人抢走了。大哥看到我们几个饿到手脚发软，心疼地说：“他们抢我们的，我们也抢他们的，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的？”但是你的话还未说完，母亲就打了你一巴掌。母亲告诉我们，就算是饿死，也不能贪别人的一粒米谷，因为贪是万恶之源。人一旦有了贪念，就会生坏意，这样的人即使是活着，也是祸患。大哥，听母亲的话才是对母亲的大孝。他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的话，也会得到安慰。我愧对母亲。大哥，我们常常唱“同苦同甘，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至坚”。只要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像这首歌一样，不管富贵贫贱，都能安之乐之，一家人心向善，那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的？丞相的权威难不倒，宫里的威障县官也难不倒。对，只要我们全家齐心协力，心善就能至坚，一切都不用怕。大哥，你把鱼都吓跑了。田地几乎被侵夺，你还有心垂钓？最后不还是保住了吗？可那田汾越来越过分，说不定他下回又要别的。那些王公贵胄，
个个趋炎附势。君侯你不在朝中，现在连门庭都冷落了。可总是会有人不论贵贱，真心相待。我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哼，我又帮不上你什么，又不是皇上。怎么又扯到皇上了？皇上当年说过，一定会重用君侯，也会顾念我的功劳。如今呢，你我二人还是废弃不用，倒让庸碌贪心的田汾位极人臣，把持朝政。皇上也是有难处啊，你总不能让他为了一个田汾跟自己的母亲争执吧？当今皇上有千古帝皇之才，他自有计较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只要我们不给他添麻烦就好了。所以明知道要看田汾的脸色，君侯还是要出席他的婚宴吗？田汾娶妻，皇太后下诏，所有列侯宗室道贺。我虽然没有了官职，但毕竟是个魏齐侯，不得不去啊。你还是跟我一同前往吧。不去。皇太后是要往他弟弟脸上贴金，我才不去呢。不去，可就是抗旨啊。不去，我与那田汾早有恩怨。去了，他也会不高兴。你管他高不高兴？只要没抗旨，没失礼，没失身份，那就好了。为这种人惹麻烦，不值。君侯知道，我就是容易醉酒失礼，只怕是我去了以后会惹来更多麻烦。还是去吧，有我吧。你若是醉酒，我能不闻不问不阻止吗？恭喜丞相！恭喜丞相！恭喜丞相！贺喜丞相！都说不要来了，你看人家多瞧不起君侯你啊！哎，去敬酒，我不去。哎，不要失了礼数啊！去。好啊，好。恭喜丞相！贺喜丞相！喝。丞相，魏齐侯和我来敬你了。本相不胜酒力，不能干杯了。平阳公主驾到！参见公主，参见平阳侯，欢迎大驾光临。都免礼。谢公主。舅父大喜。舅父大喜啊！这是公主和我的一点心意，祝舅父舅母琴瑟和谐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哎，请上座。田汾，你这是什么待客之道？一点都不懂得尊重。魏齐侯怎么说也是先帝封的侯。冠夫，你喝多了。啊，冠夫兄，来，走开！你要管，先管好自己的夫君。这么说，不要再弄个野孩子进门。哎，好了，别说了。公主，莫怪，冠夫喝多了，我们回去。哼，田汾，哎，你如今是贵人了，就忘了魏齐侯在先帝朝中做大将军时，自己还是个小小的郎官吗？如此怠慢他，这成何体统？你这个丞相之位，还不是靠你姐姐强占回来的？你放肆！你卖官鬻爵，贪赃枉法，霸人田产，贿赂后宫，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小罪。我还知道你一些抄家灭族的大阴谋，证据确凿。官司借酒闹事，来人，抓住他！参见皇太后。弟弟，你刚新婚，不陪夫人，怎么一大早就跑进宫来了？姐姐，你把我给害惨了。弟弟，你快起来！你说我怎么把你给害惨了？你娶燕王女儿为妻，我出资替你办婚宴，我碍着皇太后的身份不便出席，
却下诏让长安城的关侯去给你添面子。哎，他们是来给我添屈辱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官夫昨天晚上在婚宴之上，当众侮辱本官，说我欺压前朝丞相，那也就罢了。可是他还骂姐姐你，说你偏私护短，为弟弟争逐丞相之位。这个官夫真是目中无人，胡说八道！我叫人把他抓起来。姐姐恕罪，为免婚宴出差错，得罪燕王，我已将他收押起来了。你是丞相，这点小事何罪之有？哎呀，我是怕别人说我没气度，仗势欺人，而损了姐姐你的名声。别怕，我让皇帝治冠夫的罪，旁人没话说。哎，姐姐万万不可，只怕皇上相信冠夫之言，反定我罪呀。皇帝怎么会凭一个莽夫的话治自己亲舅父的罪呢？其实皇上早就想废相，以建内朝。现在朝政之事直接和内朝官商议，我是不得过问的。真有此事？是啊。我去找皇帝问个清楚。哎，姐姐，不要再为了我这个无德无能的弟弟，伤了你们母子情。我这个丞相不做就罢，如今皇上已经厌弃我。哼，众臣正如冠夫所骂的，说我以权压人，霸占田产，勾结外戚，我还是罢官归田，以免姐姐你再遭受人闲话。什么田产？谁的外戚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那还不就是因为城南30里那块地吗？好甜呐！皇后待臣妾们真好，上好的贡品都赏与我们品尝。是皇太后待皇后好。丞相夫人从燕国带来献给皇太后的大枣，皇太后全留给了皇后。妹妹们若是喜欢，尽管多吃一点。皇太后驾到！皇太后请安。平身。谢皇太后。母后来得真巧，我刚把母后赏的枣子分与妹妹们品尝，大家都说鲜甜可口。谢皇太后恩赐。皇后真是知大体，众妃也知进退。可某些人呐，口蜜如枣，心嘛……魏夫人。臣妾在。此枣可好？皇太后疼惜皇后，皇后关怀臣妾，赏赐之时皆。你在宫里享先尝甜，可知丞相新婚之夜，却因你而被冠夫辱骂，食不知味。母后息怒，妹妹向来待人仁厚，怎么会让丞相难堪呢？当中该有误会，即使有错，必属无心啊！哼，无心？我看分明就是有意吧。上次说以孝为先，看似劝解皇帝与丞相，却在背地里兴风作浪，一箭生就。臣妾愚昧，还请皇太后明示。愚昧？你聪明得很。皇帝护你，就恃宠生骄，竟叫兄长去向丞相科索田地，贪得无厌。丞相勉为其难替你们要了，你们又怕受责，不敢要。哼，不要也就算了，你那该死的兄长，竟然厚颜无耻，反说是丞相赠田地，意图巴结、污蔑丞相。你们
魏氏一族那些无功无职的兄姐们，在外仗势欺人，骄横放肆，全都是因你的纵容，你可知罪？臣妾没罪。你再说一次。还是那句，臣妾没罪。启禀皇太后，臣妾与家人一直谨记母训，不受无功之禄。臣妾的兄长也从未向任何人索取田地。你是说，丞相冤枉你了？臣妾不敢。只是，丞相确实主动提出要赠与田地，可是兄长最后并没有收受。你是想说丞相冤枉你？那么是丞相主动送地，也是意图要巴结你们魏家，而你们魏家居然还拒绝了。母后息怒，魏夫人，虽然科索和散播谣言与你无关，可是，你再重亲情，也不能这样为了欺人而惹皇太后生气啊。可是臣妾一家从未对任何人提起丞相赠地一事，那污蔑之罪，实不能承认。城南30里那块地本属于魏齐侯窦婴，相信冠夫正因如此才得知此事，还请皇太后、皇后明鉴。母后，这么说来，魏家清正廉洁，品德高尚，丞相受辱，全跟魏家无关了。是吗？魏家真的是不贪不抢不争不妒？你别以为我们都忘了你的出身，你母亲也不过是个婢仆，一介山野之民，竟如此自言清高，得盖丞相。你别想欺瞒哀家。臣妾所言，句句属实。家慈虽为婢仆，一生坎坷，但古传遗训所知不少。家母教导儿女，要克己守礼，以贪盗为耻，哪怕就是饿死，也绝不贪念别人一粒米谷。我们一家人虽为婢仆，但是深知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。兄姐们，一无科索田地，二无污蔑丞相，三无骄横放肆，还请皇太后明察。你好啊你！魏夫人，你进宫多少年了？后宫的规矩礼仪你都忘了吗？无论怎样，也不该出言顶撞。你这样叫皇太后的颜面何存？臣妾并非有意冲撞皇太后。母后，你怎么样？别气病了才好。皇太后息怒，都是臣妾的错，没有好好管教后宫，才让母后受屈辱被冒犯。母后要责罚，就责罚臣妾吧。这才是识大体，你懂了吗？枉费哀家疼惜了你这么久，你却是这样对哀家，皇太后，快传太医令。你太过分了，把皇太后气病了。皇太后息怒，臣妾。你闭嘴！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急于维护家人的气节，逆言犯上，求陛下降罪。哎，起来吧，坐。朕难道还不清楚你的为人吗？幸好母后这次身体无碍，就盼你个有情可原吧。手这么冷啊，来，觉得如何？好暖和。炉虽暖和，可是将手靠得太近，
就会烫伤。臣妾明白，臣妾以后凡事都会把握分寸，会想办法让皇太后消气宽心。那朕就放心了。可有些人总叫人烦恼。好一个莽夫！陛下指的是冠大人。他这一骂惹出这么多的火苗，现在就如这炉中的焦炭，自身难保了。难道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朕本想让姐姐从中调和，可是那冠夫真是不知好歹，姐姐好心去劝阻，竟也被他折辱。这次姐姐撒手不管了，母后为了女儿的名声和弟弟的尊严，定要冠夫人头落地才能解恨。要朕如何去救他？陛下英明，定会想到妙策。这事牵扯到母后，难啊。陛下英明睿智，总能让情况逆转。当年汲黯撕开粮仓，招朝臣画饼，阻挠新政。陛下外出走一趟，即顺势把钦宗的腐败全抖出来，反让太皇太后看清情况，因此造就新政。天芬巧取豪夺，结党营私，卖官鬻爵，强霸民产，每一桩每一件，断不会全无证据。你看，失掉的炭是掩藏不住的，更何况那天芬罪行昭昭。这一切若当众揭发，依我看来，即便是母后，也再难以亲情包庇。管他外面风云变幻，水火相攻，现在我们两个只需舒心安逸地欣赏这场好戏。知道了，母亲，我看的正高兴呢。那个女人啊，平时多沉着，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。可以说到家人，母后不过就3言2语，她就方寸大乱，不知道轻重了。家人嘛，皮肉相连，人家魏夫人要护住家人，而皇太后又要护住她的亲弟弟，这个火头一起，她得罪皇太后的机会就多了。可是那个冠夫，只不过是酒后失言，定不了大罪。皇上现在还那么疼他，必定会为他想办法。要不，我们在火上浇点油？哎，娇儿别急，你现在是皇太后心目中的贤惠好媳妇啊，这种煽风点火的事，不可以做得太着痕迹。可是，我怕这次再让他占了上风，皇上定会更在意他。哼，现在田汾和那窦婴已成水火之状，冠夫将火挑起，更是引火上身。窦婴一定会插手护住冠夫，而田汾也定会抓住机会不放。不用我们费神，他们已经在上演一场外戚争斗的大戏了。只要我们在适当的时候，将那个女人说成是和窦婴一伙的，那就足以令他担起勾结势力、意图干政的大罪了吗？真会这么严重？娇儿啊，你现在就该开开心心的，看看风景，吃吃点心，看准机会，再去扇扇风，懂吗？懂了，母亲。那我们如今就静观风云好。不是可三问，丞相或可再补。不，季补也沾过，贵补也问过了，全部都是一样，通通都是不及，还补什么？想到对付冠夫的计策没有？暂时还没有。哼，真是白养了你们，全都是吃闲饭的。关键时刻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他所说的，到底是虚言还是实话？
有多少人知道？又知道了多少？他手中掌握的证据，你们一点都查不出吗？这个恐怕需要点时间。冠夫食客众多，他的罪名又未落实，我们不好抄家搜查呀。那就想办法让我抄他的家。难道让我干等吗？当他的食客，收集我的证据呈给皇上吗？早知我位极丞相，当年我真是不应该。这件事绝对不可以泄露，否则会株连九族，连我姐姐都保不住我。那何不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？蠢材！官府辱骂本相，说我种种罪状，朝中上下无人不知。倘若他于关押时猝死，那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不行，一定要让他名正言顺被定罪，而且须定死罪，我才可以放心。小人参见丞相。你是个看相的，为何旗幡上不写神机妙算、料事如神？这个“计”字是何意思？小人不算命，只献计，以计谋生。此处荒芜偏僻，人迹罕至，你选择在此卖计，能谋生吗？市井人流虽多，但机缘未到，人再多也枉然。而这荒郊，却是有缘人必经之路，一个就足够了。那个人你等到没有？有缘人近在咫尺，就是丞相。草民在此恭候多时。你怎么知道我会经过这里？这里乃是五色帝庙必经之路，而五色帝庙正是帝王、朝臣求神祈福、问道解惑之地。其实，万事万物必有命理天意，顺应了天意，自然万事皆通。丞相与其求神问卜，不如应了这天意，给小人一个机会，听听小人的计如何？如你所言，我历代大汉皇帝共拜五色帝，如今风调雨顺，国运昌隆，你凭什么自比五色帝？可解我烦忧。就凭小人知道丞相的烦忧是如何置一个人于死地。而小人这个评里，正巧卖的不是药，而是杀人刀。这茭白酒热得刚好，内含玉衡心经与百叶仙药，可令丞相延年益寿。这酒中川椒和侧柏叶要受正月采的最好。小人以蜜蜂浸泡了7日，应该正合口味。知道我爱饮这种茭白酒，也知道我从来不喝第一杯的习惯，你真是下了一番功夫。说，你究竟是何人？小人以卖技为生，小人是有卖技之能的人。不要拐弯，你这一计究竟是什么？说来也简单，玄机尽在12字之中：饮水清，灌世凝；饮水浊，灌世足。丞相可知此话何意？继续说。冠夫在丞相婚宴上闹事，虽罪不至死，但其宗族人众，财雄势大，总有几个不孝子弟，仗势做些不法之事。若要饮水变浑浊，则是冠氏族人在杀人作乱。丞相在冠夫身上难定死罪，何不到其家乡颍川一探究竟？
冠氏亲族仗势凌人、贪赃枉法的罪证，顺手就可拈来，然后借刀杀人。就这样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其实我早就已经派人去查探了。就凭你这一点点能耐，加上这么一点点计策，就想投靠我？看来今天你的计是白卖了，这些酒也白煮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时间让你白耗了。哼！臣为齐侯窦婴参见陛下。平身。冠夫骂作，朝野震惊。今日廷议，由魏齐侯与丞相双方陈词，再让众卿评断。朕会秉公处理。谨遵皇命。魏齐侯，你说。启禀陛下，冠夫乃我大汉之勇士，日前丞相婚宴，只不过醉后失态，而田丞相，却说冠夫醉酒闹事，囚禁冠夫。岂是酒后胡言？冠夫分明是借罪行凶，诬陷丞相。若人人都借酒妄辱朝臣，那还要朝纲法制何用？其罪之重，当以诛杀。恐怕丞相要治的，并非诬陷之罪吧，而是以冠夫结下的夙愿旧仇，以及冠夫最后戳破了你卖官鬻爵、囤积米粮、私置官钱、虐杀异己的种种恶行吧。你不要在此胡言乱语，你诬告本相同样有罪。陛下，臣方才所言千真万确，若是诬告，臣愿领罪。那魏齐侯可有证据？有。陛下，此乃田丞相所犯罪行的记录证据。魏齐侯所为的证据，未知从何得来？此乃冠夫和他的食客搜集而来。冠夫，陛下不必看了。丞相何出此言啊？陛下，冠夫绝不可信，他结交奸猾之徒，纵容亲信，欺压百姓，横行颍川。颍川的百姓都在唱饮水清，冠氏宁；饮水浊，冠氏足啊！魏齐侯所说的大汉勇士，实乃害民恶贼，所举之证焉能作证？丞相，你的话又有何证据？有，拿进来。诺。铁证如山，不是一两箱，而是整整一箱，全部来自颍川，百姓签书状告，请陛下验证。韩御史，依你看，这冠夫为人险诈，所指老夫口供，还能相信吗？启禀陛下，若是罪证确凿，确实难以相信。哼，冠夫当日还指平阳公主未能管好夫婿，更收容私生子。太中大夫，你本出自平阳侯府，你认为冠夫如此羞辱公主，可以轻饶吗？诸位又以为呢？所谓技大于本，敬大于古，不折必批。冠夫借罪行凶，冒犯宗室，求陛下赐死，以正朝纲，并按魏齐侯先前承诺，将诬告丞相者下狱，以儆效尤。陛下若以为证据不够，臣还有一车铁证，正自颍川赶运入京，请陛下圣裁。今日廷议到此为止，窦婴下狱戴罪。对，就。臣妾向陛下请罪。你这是为何？快起来！
臣妾愧对陛下，不能让皇太后息怒，反增其忧恼，让陛下为难了。再没有什么为难。朕刚已下诏，判管夫死罪。什么？有什么好诧异的？朕还能有什么选择？可是陛下，杀人诏书一下没法挽回，陛下可否？罪证如山，不得不杀。可是，证据会否造假？又或者是遭人陷害？也许可以。够了！你既然知道朕有多为难，怎么还说这些？你忘了朕有多想在廷议中救出冠夫，再一举罢相吗？是臣妾多言了，臣妾只是怕陛下杀错了一个曾经福业相助的人，将来会后悔难过。冠夫亲族鱼肉百姓，桩桩件件皆有证可查，不容抵赖。即使未必全跟他有关，他也脱不了纵容之罪。朕若不严惩，以正朝纲，同样是纵容。臣妾愚昧无能，未能为陛下分忧。你若想替朕分忧，就想办法让母后尽释。之前朕念及冠夫的忠勇，不忍治罪，但已有人暗中议论纷纷，说朕姑息养奸，成了昏君。朕不想再担负个饿死亲母的罪名。朕只是想，唉，算了。白明，在。朕要出去透透气，其他人不用相陪了。诺。君侯，君侯，魏大人，君侯，你还好吗？我和姐姐都很担心你，可是她不能亲自来看你，还望君侯见谅。魏夫人可真是有心呐！烦你转告，老夫还好。君侯，你本为朋友之意，替关大人解困，不想却令自己身陷囹圄。其实是我害了他。如果当初不是我坚持让他去田汾的婚宴，如果不是我在婚宴上受到田汾的冷落，冠夫就不会醉酒怒骂田汾，招致杀身之祸。君侯，有什么是晚辈可以为你做的吗？事到如今，也只有皇上能处理了。幸好先帝留下了遗诏，若我在危难之中，可承诏免圣。我已命子侄将遗诏送入宫中，相信很快就能见到皇上。我要为官府再次申辩。想见皇上，你是做梦呢吧？丞相，何出此言？窦婴伪造遗诏，欺君罔上，最终还是死路一条。田汾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伪造遗诏，亏你也想得出来。所有诏书都与尚书署有存档，就是在尚书署找不出窦婴所呈上的那份遗诏的副本，那还不是造假吗？不可能！我窦婴一生顶天立地，从无欺上瞒下，怎么会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？我要见皇上！我要见皇上！皇上如今呢，重修了与我姐姐的关系，才不会为了你再伤了母子情谊。窦婴，我本念你我曾同朝为官，我真的想放你一马，可是你自绝后路，犯下这种死罪。你跟冠夫这么要好，明天他上路之后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呦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冠夫今晚吃过最后一顿，明日午时就押赴刑场处斩呢。
哎，你别急，你也很快要跟他黄泉路上相伴，再可以把酒共醉了。好，你年纪轻轻，剑术就这么高超，有我当年杀吴军的风范。哈哈哈哈哈！真庆幸当年选你做我的家将。关大哥，你不但提拔我，还以平辈论教，视我为兄弟。段宏，无以为报。哈哈哈哈！我跟你说的就是他，虽未及从军之领，但忠勇果毅，可造之才啊！这位就是魏齐侯窦丞相，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，就是他。段宏拜见丞相。很少有人能对得上他的眼，看来你一定有过人之处。我很想知道你有多少本领，不过你要先陪本相饮上几杯。谢丞相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冯远，你不是回京了吗？怎么又折返？我在途中得到消息，魏齐侯窦婴被指伪造先帝遗诏，被判斩首示众，特回来相告。什么？不会吧？我们刚回来就得知冠大人下狱，然后是他的死讯，现在又轮到魏齐侯。是京城前来的戍守将领所说，应该不会假。撤！撤！段兄弟，你看这把剑如何？丞相宝剑，误如其主，剑锋凌厉，灵气逼人。此剑与你相配，你留下吧。段宏怎受得起？你为籍贯，就得冠夫引荐，可见你是贤能之辈。这把剑，段兄弟受之无愧。只是有一件事，还想请段兄弟帮忙啊。丞相尽管说，段宏就是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惜。仗此剑，护卫皇上，请赤诚，至死忠心。段宏必不负丞相所嘱。行刑！此人假传圣旨，立即行刑！大胆段宏，竟敢私闯法场，抓住他！
假传圣旨，力斩不赦。挡拦者，当诛同罪。斩了他！诺。行刑！住手！卫青，你私闯刑场，该当何罪？太中大夫卫青，奉皇上口谕，祁门仆射段宏，从西域出使回京，至今未向皇上复命。皇上，宣段宏非常殿觐见。段宏假传圣旨，力斩不赦，阻挠者同谋论罪，抓住他！谁敢？我乃皇上亲封的太中大夫，奉皇命而来，此剑就是凭证。我看谁敢逆旨抗命！驾！段宏！走！驾！我现在去见皇上，看你们如何收场。皇上，太中大夫卫青与祁门仆射段宏求见。段宏，是，段宏。传。诺。参见陛下。段宏参见陛下。段宏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这是为何？陛下，臣与段不夜前来请罪。参见丞相。怎么样？回丞相，皇上正在议事，暂不能接见。皇上是否正在面见魏大人和段不夜？还是请丞相先回，等皇上见完之后，自会再宣召丞相来。好，那我明白了。我们走。劫法场，假传圣旨，你们果然是胆大包天，一个闯祸还不够，你也去掺和了。陛下，当时情势危急，朕才刚刚了结了一桩难决的公案，你们两个这么快，却又给朕添难题。卫青，你可知道，假传圣旨是必死的大罪？臣这几年，常闻陛下对边城敌患忧心忡忡，还时常询问段不夜在西域的情况。这次段不夜突然回来，思量他必定有大事急奏，陛下也定想知详情，故提前在法场转达圣意。臣也不算假传圣旨，顶多算是揣测圣意。那你呢？栉风沐雨的赶回京来，是真的边关有事，还是只为了报知遇之恩，营救行刑之人呢？臣这次回来，是救忠良，除奸佞。你可知道，就凭这6个字，朕已经可以令你身首异处。臣所言并无差错，丞相的确诬陷忠良，我只是来替天行道。大胆！你说丞相诬陷忠良，可有证据？但冠夫纵容宗亲，横行颍川的种种罪行，却是铁证如山，依法不能不斩。那魏齐侯呢？他先平七国之乱，又拼死反对太皇太后立梁王为主，让先帝得以将皇位传于陛下，公冠两朝，如此忠臣，何罪以至于问斩？难道陛下不是坐稳皇位之后，就亲舅父而叔魏齐侯这个忠臣，把旧臣功绩都给忘了？住口！依你所言，朕就是忘恩负义，错杀忠臣了。陛下，段不夜忠君之心可昭日月，誓言皆因一时悲痛，求陛下恕其冒犯之罪。冒犯之罪，朕可以不计较，但是劫法场，朕又如何处置？天下臣民若认为朕办案不公，
都来劫法场，这还有皇法吗？若朕轻饶，如何面对天下臣民？陛下，陛下，丞相他……朕不是已经吩咐过不见了吗？丞相已陪着皇太后入殿了。臣参见陛下。参见母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免了。丞相，免礼吧。哀家还以为皇帝是忙，连我这个母后都不见了。的确有事要办，耽搁着，才没有立即宣召舅父。没想到舅父去而复返，还请了母后来，而且来得这么快。说到快，哪比得上魏大夫和段仆夜？那边厢犯了国法，这边厢就来面圣。皇帝可知道何谓法，何谓治？要是国法不依，如何以治？国不治，哀家看天下就要大乱了。母后所言甚是，国法不能不彰，犯法不能不惩。不过，儿臣不太明白，如今是谁犯法？禀陛下，这两个人假传圣旨，劫法场、阻行刑、抗皇命，每一桩每一件都是死罪。现场百姓、刑场官兵都是人证，他们在刑场更遗下贴身佩剑以及出使毛节，就是物证。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陛下明察。假传圣旨，何以见得是假传呢？陛下，他们两人口口声声说奉陛下旨意，可是身上没有手谕，也没有圣旨，那不是假传，还是什么？百民，臣在。去传御史大夫来，朕要问他新法令的事。诺。慢着，还是待朕稍后写一道谕旨，你再去传，免得你被人说成假传圣旨，到时候又有人来烦朕了。诺。将剑传上来。卫青啊，你连传个口谕都要解下佩剑做担保吗？是不是朕的话比不上这把剑的分量？陛下，臣官小言轻，没人相信臣是传陛下口谕。事出突然，臣只好留下佩剑，待段不夜强行离开。官小言轻，看来朕要再升你官了。丞相，一切似乎都是你过于谨慎所致，纯粹是误会一场。起来吧。诺。皇帝，卫青既然真是传你口谕，哀家也无话可说。那么，这个人呢？他明明就是私劫法场，罪不可恕。如果要治罪，那也是先要治舅父的罪。陛下，臣不明白，请陛下明示。你可知道你身后那是什么？这是段仆夜出使西域所持的毛节，他亲带到刑场，并留在那里。现场的臣民皆可作证。回陛下，确实如此。既然如此，丞相难道不知道，此节是朕派遣使者的凭据，代表大汉，代表朕，
借节如见朕吗？朕将此毛节交与段宏，就算段宏有罪，都必须亲来见朕交回毛节。丞相却无视法理体统，硬要当场问斩。段宏反抗是逼不得已。朕想问丞相，你当时心中是否只有杀人之气，全无敬朕之心？陛下，皇帝，丞相判段宏力斩不赦，虽然有点鲁莽，未有顾及段宏使臣的身份，可也只是一心想维护朝纲。难道谁人拿着这毛节就可以任意妄为吗？那日后，母后放心，丞相以下犯上，几乎擅杀汉室，对朕不敬等等大罪。儿臣念他重法纪的份上，不予论处。至于段宏，擅闯刑场，虽因初回京城未知情由，于情可恕，但于法难容，朕不会轻饶。来人，在，给朕重重杖罚50，以儆效尤。诺。走。忠臣都离朕而去，留下来的有多少是忠心赤诚的？又有多少是存有异心想推翻朕的？陛下不要烦心，就像此时的太阳，虽然已临近落山，却依旧照得这宫殿，还有这山河，旗红如火，壮丽雄伟。这山河都需要贤君去主持。贤君，如今连段宏都如此看朕，朕都成了不问是非的昏君了。窦婴和冠夫皆对你有恩，如今是朕下旨杀的，你可曾怪朕？臣妾才智不足，未知大事，只知道相信陛下。陛下绝不会枉杀忠心耿耿，又曾尽力辅佐陛下之贤士，当中必有原因，不然陛下也不会一直为此事烦忧。朕之前就是因为心烦气躁，没有体谅你被母后
才一泄愤的难处，反而向你发脾气。你不但没怪朕，还请缨带朕慰问段宏。臣妾明白陛下当时的心情，臣妾无力为陛下分忧，惭愧还来不及，又怎会去怪陛下？臣妾只希望略尽绵薄之力，让陛下舒怀，暂离忧愁。知朕者，莫若此夫。你来了，臣段宏，参见陛下。敢问陛下召臣来有何吩咐？你还记得这里吗？记得，臣就是在这里与陛下相识。当时陛下在怀念忠良，祭奠赵大夫和王大人2位贤臣。朕还记得，你用这把宝剑斩毒蛇，免朕受伤。这宝剑是魏齐侯要臣用以护主魏国，可如今剑在，人却已枉死。你句句针锋相对，说明你对朕仍有怨怼。不敢，臣只是实话实说。陛下若认为臣有冒犯之处，求陛下论罪；又或是臣交出印绶，求陛下准臣去职。你过来。你就只怪朕下旨杀了窦婴，但你可知道，最不想杀窦婴的就是朕。当年朕在此祭祀2位恩师，如今重回此地，也是要祭祀为朕轻生的忠臣。陛下不会说的是魏齐侯窦婴吧？正是。当年陛下受制于窦太后、太后，不能随心所欲。可如今陛下权倾天下，既不想杀，自可赦之。你怎知道朕不曾赦他呢？当日朕曾暗访都司库，探视窦婴，可他向朕求的不是生，而是死。求陛下赐臣一死，也了却臣之心愿。不行，外敌觊觎，内有佞臣，朕不能让你就这么枉死。你要留有用之躯，助朕正朝纲，肃贪渎。陛下，朕永远不会忘记你当年是如何服谒朕，如何见贤臣，推儒学，受朕治国之道。朕今日之所以能坐稳地位，皆因有窦丞相你。正是因为臣姓窦，所以臣必须死。这窦姓只会延续外戚专权的遗具，加深朝臣，相互猜夺内讧，此乃臣必死理由之一。况且，当年先帝赐臣密诏，遇危急之事可承诏面圣。臣本欲借此遗诏，面见陛下，为官复申辩。可这遗诏，竟在尚书署找不到副办。陛下，这可能吗？若不是臣伪造，那就是
有人盗取副本。陛下，能在尚书署下手的，只有位极人臣、权倾朝野之人。陛下英明，臣指的是谁？陛下应该能够猜到，官府马谡本只是一桩醉酒闹事，何以演变到诛其亲族啊？臣被误为伪造遗诏，这可是滔天大罪呀！当中的情由，难道就只是因为田汾没有容人之量吗？你是说其中另有内情？官府醉酒，马到最后提及一事，让田汾立即将他抓住下狱。当时人们只是以为官府醉得糊涂，胡言乱语而已。那是何事？田汾牵扯的，乃是足以让他抄家灭门的大阴谋，意图谋反。什么？他一身为丞相，又是国舅，位极人臣，这没道理。这或许是他为太尉之初，又或许是被免职赋闲之事的图谋。臣听官府转述，田汾曾向同谋说：“陛下整日狩猎，以身犯险，却无子嗣。若公居晏驾，汉室无主，他们便可成大事。”真有此事？官府已死，家已被抄，宗族既灭，而臣为了救他，也身陷囹圄，被诬以必死之罪。陛下，孰真孰假，只能凭信与不信。这么说，你们全无证据？确无实证，目前只有臣死，让田汾以为陛下相信是臣诬告他，而疏于防范，也好让陛下趁机找出他的罪证，以便吞并不法，一举铲除田汾及其合谋一党。此乃臣必死理由之二。若真像你说朝中有此等大事，朕就更不能让你死。只要你查出官府枉死的实情，田汾谋反的罪证，那陛下不就蒙上了包庇罪臣的污名吗？什么污名不污名，朕不怕。朕是皇帝，朕不让你死，你就不能死。陛下，臣还有第三个非死不可的理由。当日官府不愿去田汾的婚宴，却因臣极力劝说，他才出席，因此招来杀身之祸。官府因臣而死，臣有何颜面求生人前？求陛下治国依法，杀臣以立威信，让臣对官府尽义，对陛下尽忠啊！如此一心为朕为社稷的重臣，朕怎舍得让你枉死？一举忠臣，都应足矣。臣死前还想对陛下再进一言：为君者，有时难免要恨，要决断。臣请陛下原窦婴必死之志。这是窦婴为自己亲书的遗亲，用它来盖世，以示其一生受得起这4个字。臣罪该万死，不曾体谅陛下苦衷，多番不敬。你何罪之有？窦婴枉死，朕痛心疾首。
却不能宣之于口。你生气，只因与朕同心，朕怎会怪罪于你？段宏，你一去6年，你可知道，这些日子里，朕如失了右手一般。段宏，你别再去西域了。现在这处境，你留下来帮朕，续窦婴之志，助朕追查田汾谋反罪证。臣定当尽心尽力，为陛下效犬马之劳，鞠躬尽瘁。这玉蝉是朕对窦婴轻雕的御寒，朕不能亲往致祭，希望你能将它放在窦婴口中，以慰窦婴亡灵。口含于世，欲化不得，欲为哭郎，一欲不朽。玉蝉有重生之意，愿窦婴能远离一切妖种，让一生功过待留千秋平定。为其后在天之灵，必如陛下所愿，早日重生。你就好好替朕吊祭窦婴，以表朕之哀思。祭魏齐侯婴灵，丞相，是祭奠窦婴的祭台。别管他，绕道过去。诺。魏齐侯在天之灵，他奸佞谄媚者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重转小计，吓得了本丞相吗？不用管他，走。魏齐侯，你在天之灵，保我为你报仇雪冤，让祸害忠良者下场悲惨。段宏在这里设下路计，当天祭婴灵。愿魏齐侯在天之灵，保卫汉室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欺上瞒下者，心不安息，誓不更位。侮辱本丞相，是不是想步官府后尘？暴击婴灵，如讨奸佞，与丞相无关，怎么会正入到丞相？这是魏齐侯死前的亲书，用来盖世的遗情。走，上车！愿无辜者无愧天地，害人者自遭报应。扰乱朝纲，必自食其果。快做尽坏事，必不得好死！必不得好死！必不得好死！害死忠良，鱼肉百姓，必遭天谴！必遭天谴！
启侯在天之灵，坚硬谄媚者，血债血偿；欺上瞒下者，食不甘味，下场悲惨。这是被启侯死前的亲书，用来盖世的义亲，必遭天谴！皇太后驾到！参见皇太后。弟弟，为什么不让御医看看你的病啊？弟弟。姐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没病，你来了我就放心了。姐姐不懂医术啊，弟弟，你应该让御医看看你的病啊。御医没用，得靠你。姐姐，怎么办呢？只有你才能镇住他们。姐姐，你别走啊，别走啊！难道你真的被恶鬼缠身了吗？你别说，他们会听到的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！弟弟，你救不了！快传太医令！快！弟弟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有姐姐在的一天，绝对不会让你有事。一如当年姐姐在后宫失忆的时候，你守护着姐姐，为姐姐奔波一样啊！他们好厉害，生前行军打仗，大杀四方，死了为鬼为欲，绝非等闲之辈呀！他们来抓我了！弟弟，你不要吓我呀，弟弟！他们绝对不敢动你的，没用的，姐姐，没用的，你保不住我了。那段狐法术真的很厉害，他招风唤雨，狐神唤鬼，我真的是斗不过他呀。没事的，他只是区区仆役，姐姐才是皇太后，有姐在，没事的。弟弟，姐姐，这一辈子有你做我姐姐，足够了。弟弟，丞相既是陛下舅父，葬仪一切一定要风光。臣妾已经安排有司去办理，葬地也已经选好，墓室的形制按照丞相府原状，随葬的金器、玉器、青铜器，臣妾都已经安排妥当，就等陛下择吉日送葬。母后可好？母后心中郁结，还想静养。母后已闭关3日，足不出户，不肯见人。皇后与其安排丞相丧事，倒不如去安抚母后，看她是否安好。皇太后驾到！参见皇太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参见母后。参见母后。儿臣担心母后。母后，哀家今日来，是找他。哀家的心情，众妃之中，属你最明白了。当年你弟弟卫青宫外出事，你身怀龙胎都要护着他。如今，哀家的弟弟遇害身亡，你说，哀家该如何为弟弟报
抱不平。这里有2498块玉，你帮哀家数数齐不齐整？给哀家做个见证。母后，这是玉匣用的玉，怎么带来这种丧葬裹尸之物呢？这是哀家为自己这将死之人准备的。哀家的弟弟田汾于宫外被段宏所设的陆绩惊吓至病倒，无端枉死。哀家今日誓死要为弟弟讨回公道。母后请息怒，皇太后，皇太后息怒。段宏不死，今日这玉匣就是为哀家而设。母后息怒，此事哀家倒要看看哀家10月怀胎的孝子，今天是要维护一个姬妾的朋党，还是要存孝义，赐死一个恐吓丞相、十恶不赦的罪臣段宏？一句话，今日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。儿臣当然希望母后福寿安康，也知道孝义所在。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若母后执意要以死要挟儿臣，滥杀忠臣，儿臣只有为母后行葬祭之礼，以答谢慈恩。你，母后，母后，走开！皇太后，皇太后息怒。不孝子！母后，请听儿臣说。哀家不听。孝有忠孝和愚孝。从前孔子的学生曾参，因种瓜伤及根苗，任由父亲杖打责罚，险些丧命。既让其父背上杀人之罪，抑恶之名。事后孔子斥曾参是愚孝而非忠孝。狡辩！母后生我育我，儿臣时刻恐怕孝敬不周，又怎会忍心让母后背上胁迫天子、干扰朝政的恶名？若儿臣遵从母后之命，以赵隐亡魂吓唬丞相为由，治朝臣死罪，确实能偿母后一时之愧。可施诸理据，必受天下人讪笑，儿臣也得担上愚孝之名。儿臣实难从命。况且儿臣绝不相信什么鬼神索命之说，陆绩之事，天天有之。若舅父光明磊落，又怎会偶然遇上就吓破胆，甚至一命呜呼？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自己的亲舅父？舅父那些罔顾皇法的恶行，难道全是诽谤之词？母后爱弟亲切，或许相信，可作为一国之君，儿臣心中有数。母后若纠缠下去，朝中必有不平而鸣者，将舅父行恶遭天谴一事传扬出去，挖出舅父更多罪行，这不是更有损舅父名声吗？这也非母后所愿吧？恳请母后三思，收回成命，不要让儿臣陷于两难。
启禀陛下，可否让臣妾说几句话？说吧。皇太后刚才提起臣妾弟弟当年被抓一事，臣妾回想起来，也甚觉惭愧。当年臣妾愚昧，为了弟弟的失踪鲁莽行事，几乎铸成大错，险些滑胎，伤及腹中骨肉。如今，只要为长公主身体抱恙，臣妾就愧疚当日所为，也许疑惑胎儿。皇太后与丞相姐弟情深，但是皇太后与皇上骨肉相连，母子同心。相信皇太后也不忍皇上受群臣非议，陷于两难，求皇太后英明决断。母后这百年归老之物，今天送到儿臣这里，正好让儿臣赵巧公拿去精雕细琢，每片玉片都要雕上凤鸾祥寿，才能配得上母后的慈恩义德。母后凤体金躯，必定长命百岁，儿臣便有充裕的时日，可以慢雕细琢，以此回报母后的深恩。就这样办。母后，此事就交给我来办吧。这些金缕玉衣，臣妾会拿到东园重新修整，一定会尽善尽美。好，此事就交由皇后办理。诺。陛下为臣，不惜冒犯皇太后，臣粉身碎骨也难以回报。起来吧。朕已经失去了窦婴和冠夫，怎能再是一个推心置腹的忠臣？谢陛下。这事已经过去，不必再提了。只是跟田汾勾结、图谋造反的党羽一日未查出，始终是大汉的祸患。敢图谋帝位之人，必位高权重。若田汾与之勾结，就肯定是在他未当丞相之前。田汾究竟有何利用价值？这人虽位高，却应该无法自由出入禁锢，所以才要借助田汾国舅的身份，方便行事。臣定会循着这个方向入手追查，并且会在田汾的好友当中一一查询，不将同谋者正法，绝不罢休。有你这话，朕就放心了。只是切记，机密行事不得外扬。臣明白，臣一定会小心。有臣如断黄，朕何事阻虑？有君如陛下，臣死而无悔。陛下，中尉来报，京师城南守兵发现淮南王刘安已经入京。大胆！朕不让他来，他竟敢抗旨，他可带有兵马？据守兵所报，他只骑着一头毛驴，驴车上放着2个水桶，带着几名贴身侍卫，说要前往城南张家村为当地百姓求水。臣之前也曾在张家村寻觅水源，那一带景乎田旱，根本就没有水。他行藏可疑，只怕是想借旱灾滋事，另有图谋。段宏，臣在。你马上带人，请淮南王入宫见驾。他若就范，就以礼相待；若敢反抗，引百姓生乱，就以擅自入京为名就地正法。诺。罪臣刘安向陛下请罪。请罪？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
诬陷皇后，动摇民心，你请的是哪一条啊？臣自负精通黄老之术，略识天文，梦中又得仙师嘱托，为救千万黎民，所以一时情急，闯下弥天大祸。如今一场大雨，犹如当头棒喝，臣自知罪重啊！你确实罪重，足以让你身首异处。陛下仁厚，淮南王虽然有罪，但毕竟是为黎民百姓啊！臣恳请陛下从轻发落。丞相之言，臣不敢苟同。若人人以救民为由，触犯法纪，那律法何用？淮南王既犯死罪，不依法论刑，何以正朝纲？陛下，罪臣修道着书，一心为民谋福祉，自离淮南，只身入京求雨，虽无不轨之心，但以报必死之志。所幸天赐甘霖，民生得保，陛下与皇后生育得彰，罪臣死而无憾，臣甘愿伏法。好，既然你认罪领死，朕成全你。来人，且慢。陛下，孟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臣虽一介武夫，也曾幼承庭训，知道即使出将入相，也要以民为先。淮南王虽未遵守社稷纲纪，冒犯天子皇后，却有恩于民，望陛下三思。段大人乱借圣贤之言护短，实属荒谬。民为贵，所以要以法保民安民。若违法不成，先例一开，他日更多无法无天之事，只会伤民害民，更甚。家父常言，人谁无过？法理之中也允许将功抵过。淮南王素来贤德，护民之功罄竹难书，足以抵一次鲁莽之罪。陛下，淮南王以性命作注，可见其为民之心呐。况且淮南王年岁已高，只身入京又劳碌病弱，故云老小不当行，请陛下赦免其罪。好一句老小不当行！淮南王刘安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论罪当斩。乃念一心为民，赦其死罪，着令即日离京。谢陛下圣恩。孤念刘安年迈，不宜长途奔波。此班纠铜杖，因是老者，特准在淮南安享晚年，无需再入朝觐见。谢陛下。大王，车马已准备妥当，大王可以启程。皇上口说无需觐见，实则是不准我再进京。寡人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登此城楼，还请段大人见谅，让寡人再多看几眼长安吧。大王真乃性情中人。段大人不畏天威，为我说情，才是性情中人。段大人仗义直言，请受寡人一拜。哎，大王请起，段宏不敢当。其实段某为大王说情，非因大义，是为思念。段大人有何事请说。敢问大王身上的琥珀小兽，可有来历？段大人是指这个？这事物似曾相识。家父也曾有一个相似的吊饰。是吗？难道寡人与令尊也有前缘？可惜寡人即将要走，无幸拜会令尊呐。段某早年因天灾逃难，与家父失散，段某也期盼着能再会老父。大王可曾记得好几年前，你曾救过一个男子？那人正是以此物相赠，以报救命之恩。那人与我年纪相若，如今想起来却与段大人同姓。是来自平阳县吗？正是平阳县。
国事前缘呐，多年之后，此物归回他儿子。寡人来长安，原来冥冥之中是为你而来的。请问家父身在何处？当年这位兄弟身中剧毒，奄奄一息。幸亏大王试尽各种解药，又亲制豆腐食疗，为其解毒。曾听说淮南王孝义为母调制养生之时，没想到家父竟有幸异常，还因此得救。可惜呀，他康复之后留下此物便告别，如今不知所踪啊。我记得当年段兄弟说过，会定居淮南。段大人，大王是家父的救命恩人，当受一拜。家父既在淮南，段某请求大王相助寻找，让父子团圆。快请起。段大人放心，寡人一定尽力替你寻父。淮南王恩情，段宏没齿难忘。段大人孝义动天，只要有我留安一日，一定尽力遂你心愿。只怕寡人此次回去也是自身难保，到时有负所托。大王何出此言？天危难测，如今皇上才怨我。今日赐我铜杖，不许进京，难保他日赐我毒酒，不让我活命。到时候为向皇上表达忠贞，寡人也只有束手待毙。大王一心为民，却因此次闯京，被皇上误会了。大王虽无叛逆之心，但有兵将城池，也是护身之道。段大人何出此言呢？朝廷准备颁布推恩令，取消爵位封地由嫡长子继承之令，准许藩王分封城池土地于其他子孙。只怕推恩为名，削嫡弱藩为实。多亏段大人提点。段宏多言了。堂堂一个郎中令，据说还是皇上的宠臣。嘿，没想到居然是个蠢材。大王三言两语就让他信以为真了。这有何难？与他相遇是天赐良机。一个小挂饰竟与他父亲拥有的相同。我只是顺势编造与他父亲的关系。哼，骨肉亲情，凡人难断呐。更何况他与父亲失散多年，情之所至，当然属于防备。说什么他也会相信。还是大王为恩人，连削藩之策都透露了。说他父亲在淮南，他以后自然会主动来亲近。他是郎中令，手握长安，守卫重权，能与此人相交，日后必有大用啊！大王英明。说什么济世为民，其实是包藏祸心。若是贤德，怎会你一提起那事物，就迫不及待的邀功拉拢？其实臣出身贫寒，家父怎会有这种珍稀之物？是他太过急于求成，也不细想便想与臣扯关系。看来刘安单骑进京，设坛求雨，诬陷皇后，背后肯定有阴谋，且非一朝一夕之事。将一切连起来，臣不禁觉得，当日冠夫与窦丞相所指，有人与田汾勾结谋反，说的就是淮南王。朕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不得不放他走。只怕他以仁德之名，早已与不少朝臣藩王相通勾结，加上他的儿子兄弟还在淮南，不知坐拥了多少兵马粮草。如今旱灾刚缓，边患未除，卫青又快要出征，若藩王再作乱，
情况堪忧，陛下这缓兵之计是不得不为。希望这次放他走，能以他作饵，牵出其他乱臣党羽，让朕静待良机，一举连根拔起。要不然陛下先前在殿上随便一条罪，都要他死千次万次。只辛苦你配合朕演这场戏，假扮与刘安交好，恐怕日后会给你惹来私通叛党的误解攻击。为国除害，为窦丞相与万夫报仇，臣誓死不辞。我们回到汝阴，现在我城郊的山房小住，天天赏花，看看日出日落，观星月云雾，只有我们2个人。让我出去！我要上山！梁天杰，站住！喂，前面何事？为何关闭城门？小人也是奉命行事，由现在起封锁城门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你可知，这车上坐的是何人？堂堂汝阴侯与平阳公主，你也敢阻拦？你是奉谁的命？奉皇上的命。自从做了皇上身边的侍中，果然不同。公主，皇上可有说过，连他的姐姐也不能出城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？还请公主恕罪。臣实在不能为公主和君侯开门，因为大将军刚刚被刺客行刺。皇上有旨，闭门封城，捉拿刺客，任何人都不得出城。如有违令者，斩。所以大将军伤势如何？请恕臣不便多言。公主还是请回吧。不要推搪，快说！大将军伤势如何？有无性命之忧？大将军遇刺关乎国事，皇上有旨，任何人都不得泄露消息，否则罪同叛国论处，还望公主见谅。如此劳师动众，看来伤得应该不轻。去大将军府，听到没有？我说去大将军府。谁敢拦本公主？参见平阳公主，夫人下令闭门谢客。全给我让开！公
公主，公主，大将军确实不见客呀！公主，参见公主，我要见大将军。大将军真的参见公主。公主请留步。敢问公主，可是奉旨而来？大将军遇刺，我前来探问，何须圣旨？既无圣谕，大将军不见客。公主请回。我是卫青的雇佣，亦是雇主，与他还是君臣相称。难道他连我都不肯见？还是伤势严重的不能见人？沈家不便多言，请公主见谅。皇宫禁苑都无人敢阻拦我，就凭你。可此乃大将军府，我是大将军夫人，公主请回。喜娘，是，你是如何管教女儿的？尊卑不分，欺辱雇主，忘恩负义。公主岂可？还不快为本公主引路！公主，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冲动无助于卫青，公主请自重。相信公主与我一样，都非常担心卫青伤势，但请公主稍安勿躁。嘉儿，卫青现在伤势如何？回皇后，大将军情况不可外泄。我是皇上的亲姐姐，并非外人。难道连生死都不能说吗？还是有人从中作梗？沈家出身卑微，从未敢望公主提携，更不会故意刁难公主。但这却是皇命。我要见他，看他是否安好。公主，汝阴侯夫人请自重。公主既为人妻，硬闯大将军府，登堂入室，非要见卫青不可，叫人如何看待公主？本公主胸怀坦荡，关心为大汉出生入死的大将军，难道还要顾虑那些无知妇孺的狭隘目光？即使公主不顾自己的清誉，难道也不维护大将军的名声吗？公主对臣下的关心，即使本宫能体谅，沈家能理解，这堂中的众人不敢多言。那汝阴侯呢？本宫方才进来，见汝阴侯的马车尚在府外等候，这大街上人来人往。目睹公主抛下丈夫走进大将军府，又叫汝阴侯情何以堪？汝阴侯夫人请放心，卫青自有大将军夫人的照顾，若有消息定当报知。汝阴侯夫人，请回。恭送公主。石总管在。送客。诺。有请夫人，代为问候大将军。打扰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皇后啊，幸好你及时赶到，否则今日都不知怎么请公主走。女儿啊，没想到你的架势可以挡得住公主啊！哎，你的手抖得比我的腿还厉害啊！带我去见卫青。哦，对，我刚去求神保佑你们夫妻俩，怎料一进家门你就告诉我卫青受伤了，到底伤得有多重啊？快带我去看看。母亲啊，你留在此，我先陪皇后进去，你替我挡住来客。卫青受伤，王侯百官肯定也想来探，下人恐怕拦不住。喜娘，你是太夫人，皇后放心，女儿放心。虽然公主我挡不住，但是其他人，只要有我喜娘在，谁也休想踏进大将军府。你们也在此等候。诺。卫青自出门和段大哥练剑，就一直不曾回府。传出他受伤消息后，我只是受命守府挡客，却一直无人来传他的消息。我得知卫青受伤时，皇上在议事，我无处可问，就赶过来，却没有了解事情始末。你也是关心卫青，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，伤得严不严重，有没有性命之忧啊？你别担心，我即刻回宫，向皇上问明白。陛下放心，
臣都安排妥当。参见陛下。不用多礼。谢陛下。外面是否一切顺利？朕已经下令关闭城门，侍卫正在挨家挨户搜查刺客。如今全城戒备，人心惶惶，官民都在议论你是生是死。先前在长安城中形迹可疑的淮南客旅，果然在一日之间消失无踪。看来我们的估计没有错，他们是在为刘安通风报信，以刺杀卫青。想必他们如今已经逃回淮南，争相报密。只要他们的目标不是陛下，臣就安心了。刘安这是老狐狸，不敢刺杀朕，就谋害我们的甘城大将。他若是得逞，下一步恐怕就是挥军长安了。幸亏陛下英明，早料到边疆战事刚过，我军两手兵乏，刘安必定会趁危偷袭我们，提前布置了守城防兵，才能发现那些淮南客旅。也要你们故意放出卫青单独到城郊的消息，才能有机会引出刺客。其实朕知道你们二人准备以身诱敌，也不无担忧。毕竟敌暗我明，你们又以寡敌众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谢陛下为臣劳心。此计虽然会有风险，但我们也是早有防备。其实，风过留痕，雁过留声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早在臣等鼓掌之中。何况臣早就以甲护身，即使故意被擒，因刺客攻击，也会安然无恙。而且在刺客发现我有护甲时，还有段大哥会杀了他。我是怕他露出诧异之色，会被逃走的其他刺客发现。那些刺客味觉不同，不知我们故意放生他们，更不知我以假解蒙混，见任务已了，便慌忙逃逸。不行！但我还是抱住卫青，高呼其名。卫青！相信那刺客已将我受伤的喜讯带给刘安了。刘安以为可以刺杀我军主帅，乱我军心，朕就将计就计，来个瓮中捉鳖。陛下，臣已在淮南通往长安的险要之道布置了新兵。一旦段大哥带来刘安起兵的消息，臣就领兵伏击，以少胜多，以逸待劳。有了你们的周全计划，朕就放心了。只是委屈你，暂住这密室中，为朕筹谋。只要陛下有用得到臣的地方，臣万死不辞。要向你的家人隐瞒，让他们担心了。但此事重大，越少人知道越安全。除了此处的这3人，不能向任何人透露。诺。可陛下，皇后与卫青素来姐弟情深，皇后知道卫青遇刺伤重，必心急如焚。陛下圣安。免礼。来，皇后过来陪朕喝酒。诺。臣妾还以为朝事繁忙，想不到陛下有如此兴致。秋意渐深，朕煮了菊花酒，刚想叫子夫过来共尝，你就来了。其实臣妾早前来过，只是陛下在议事，知道朝中有紧急之事，不敢打扰。今日确实朝事忙，烦恼多，难得今日可以舒舒气。子夫就陪朕喝几杯吧。看来朝中烦恼之事已经事过境迁，并无大碍。酒味如何？
菊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果然是好，酿造美酒讲究稻粱质优，酿取得时吹煮洁净，还要水泉香醇，器皿精良，火候恰当，这几样缺一不可。可朕认为，这6物之外，尚有一点，就是安心静候。6物具备，就要将之封存，静待酝酿成酒。若执意在中途解封揭盖，那就会泄了酒香，坏了美事。既然陛下不欲接着酒中奥秘，却任由外间风言物语迭起，相信必有深意。酿酒繁琐复杂，但愿朕的子夫不用操心，只要心安意舒，静待好酒酿成，与朕一起品尝其中意趣。臣妾先谢陛下赐酒。既然陛下想听风赏物，臣妾也盼尽一份力。就让臣妾率领后宫众人素服斋戒，出城到高祖庙祭告，以助那风急雾浓，愿美酒早成。不愧是朕的子夫。夫人，夫君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虽然姐姐叫我不用担心，安心在府中当客，可是一天没有见到你，我的心就是放不下。放心，放心吧，我们现在不就是相见了吗？其实我也对你放心不下。别哭，啊，别哭了。这次还好有姐姐说情，才能让你我见这一面。其实姐姐早就猜到，你和皇上是故意散播消息，她就带着嫔妃出城祭祖，让长安城内外都以为你危在旦夕。这次真要多谢谢姐姐，但更要感谢你。这段时间里，既要照顾家里老小，又要为我挡客。只要夫君安好，做什么佳儿都愿意。我知道，公主曾经到大将军府，公主恃强，你又一直视她为恩人，与她相持，受委屈了吧？公主与夫君交情深厚，得知夫君重伤，她必定焦急，却又不得见，难免担忧。幸好有姐姐及时出现，帮我解围。与佳儿成婚后，每次我陷入危急，紧要关头，我想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姐姐，我的3个孩子，还有可以把秘密、性命都交托的我至亲的妻子。听到夫君这番话，佳儿很开心，只盼望夫君以后能够诸事不相瞒，只盼着片刻的相依能够永远就好了。真希望我可以早日平定内忧外患，一家团聚。既然是生死之亲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家里。等夫君回来，只要夫君能够平平安安，就算折佳儿的寿。你不要这么说，我们一定会白头偕老的。如今普天之下都在议论，以为卫青遇刺，已伤重而死。只是朕不敢发丧。淮南那边已经整装待发，一切按我们筹算而行。卫青已经布好了3道防线。第一道就是城高要道，刘安与衡山王不和，出兵必然绕过衡山王封地，那城高就是必经之路。但城高要道宽阔，刘安不难杀出，所以还有第2道防线，就是
小罕，此处深显异常，乃天险所在。臣的密探来报，刘安多番与崤山以东各郡国联系，看来刘安是想以崤函作为据点，借兵力与天险突袭长安。卫青虽然在密室之中，却早已派亲信驻守崤函里外。此地关隘坚固，易守难攻。我军早着先机，伏兵于此，就可以叫刘安全军覆没。好一个卫青！此次布阵看似守，实为攻。我们就以逸待劳，瓮中捉鳖。启禀陛下，淮南王刘安的侍中雷贝跪于未央宫外求见陛下。此人乃刘安亲信，此时来长安，千万不要坏朕的大事。陛下，臣雷贝急奔长安，只为忠心效力陛下，不能坐视淮南王刘安图谋作反，悖逆无道，特前来禀告，望陛下挥兵征讨。淮南王在封地一直安分守己，爱民之名远播。你一个小小的郎中，竟敢以下犯上！若无凭证，便是诽谤亲王。臣并无诽谤，淮南王屯兵已久，伺机而为。早前大将军遇袭被刺，就是淮南王指使，旨在令汉军无帅，军心不稳呐。你当朕是昏君吗？没料到这一切，不会预先埋下伏兵吗？陛下恕罪，罪民只是弃暗投明心切，才急于相告。但有一事，陛下恐怕不知。其实刘安早在陛下身边埋下细作，而那人正是郎中令段宏。你是在说我吗？陛下，段宏与刘安多次私会，透露陛下政策与布防，让刘安早做防备。来人，在！拿下！走！陛下，段宏背叛陛下，与刘安合谋，我只是坦言相告，为什么要抓我呀？那我也可以坦然相告，我与刘安种种交往，都是受于皇命。何况你自己不就是背逆君王吗？有何资格指控于我？不错，雷贝，今日你可以背叛刘安投靠朕，他日也可能叛逆朕投靠旁人。如此朝秦暮楚之人，我大汉弃如草履，更何况拜你所赐。朕的计策功亏一篑。什么？你真以为刘安的阴谋举动朕不察不知吗？段宏叛变是假，卫青遇刺虽真，受伤却是假。一切只是诱兵之计。我们早已设下埋伏，只等刘安起兵，便一举歼灭。可你带着刘安的秘密出逃到此，刘安一定会顾及你的告发。你以为刘安还会出兵吗？雷贝，你坏朕大事，罪该万死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你去淮南，雷贝一来，刘安定会按兵不动，而且日后行事会更加谨慎，也有更多时间屯兵勾结。对大汉来说，更是心腹大患。如若外敌在侵，刘安又取得机会起兵，我们就会首尾失据，防不胜防啊！目前汉军未及整顿，难以挥军远征淮南，而且刘安外有贤明，又无谋反实据，即使汉军能去，也是名不正言不顺。这些朕当然明白，但就算卫青领兵，都未敢保证能胜过淮南精兵。正因不能力敌，所以只能智取。臣去一方面可以细查与他合谋的郡国诸侯、朝臣百官，让陛下早做防备；又可以钳制他用兵，让陛下立于不败之地。此计若能成事，固然是上策，但段大哥，你不带一兵一卒，万一不能取信于刘安，只身一人，就算你武功再好，又怎可抵挡千军万马？朕实在不想失去臂膀。雷贝既然告发臣与刘安勾结，那陛下将臣降职，以示不信，臣或能博取刘安信任。以臣与刘安几次交往，他是求贤若渴的，以臣之能，他不舍得杀我。
你可知稍有差错，那可是九死一生。那臣就托陛下庇护，得那一线生机。参见皇后。段大哥，我正想去交房殿向你辞请，经过御河看到烛灯，相信是你，所以就过来了。我正是在为段大哥放灯祈福。吾兄安息，谢谢妹妹。段大哥忽被贬职，又要远赴淮南，各中详情我虽然不能细问，但深信此去是任重而道远。任虽重，道纵远，但能保护长安城中与未央宫里的人，也是值得的。段大哥，能否说实话？此去是否凶险极大？有妹妹的助导，哪怕什么凶险？盼父盼归，这是我唯一的心愿。若能遂愿，我也别无他求。段大哥，段大叔的事，子夫定会继续留心，派人继续寻找。但段大哥必须要平安归来，才能父子团聚。就算人不在，魂也一定会归来，守护所爱。传天朝特使中尉段宏觐见。中尉段宏参见大王，参见王太子。段大人此次前来，非为寻父，也非为叙旧吧？回大王，段宏这次是以特使身份而来。特使？雷贝那叛将向皇上污蔑本王，你是受命来夺我封地、诛我一族的，是不是？段宏是来查证一切，而不是要妄作定论。我无意谋反，是被奸人陷害，你信不信？我信不信并不重要，大王重视的该是我如何回禀。哼，难道你会说淮南忠诚吗？皇上会信吗？所以我并不打算回长安上报。你是说，你是来投诚的？不错。恐怕你是假意示好，实为探我虚实吧？好。我被雷贝揭发与大王有交情，不管我如何上报，也难在刘彻面前立足。此次请旨出使，只是一心前来投靠大王。大王竟如此相待，原来纵使我有忠肝义胆没用，纵使我已斩雷贝，为大王报仇消恨没用，纵使我夜访衡山王，祝大王与衡山王兄弟修好也没用。事到如今，段宏已无路可走，要杀，不用劳烦大王，段宏横剑一抹便可。什么？你真是来投诚的？请
其实刘彻早就猜忌我，卫青又越来越霸道欺压我，即使没有雷被告发，我也早想投奔大王。哼，你为活命当然说得好听了，但你可是自荐来调查我们，说不定今日走了，回去就向皇帝请功了。我若不自荐，能逃出长安，投奔新主吗？大王，我本带了3份大礼，以表忠诚，你还想要吗？段兄弟所说的3份礼，究竟是什么？第一，是一个消息，卫青根本就没有受伤。难怪探子说雷贝入京之后，卫青迅速康复，巡防练兵如旧。刘彻早已料到，卫青才干绝人，用兵如神，外敌尚且畏他如鬼魅。大王如要出兵，定会先行刺杀卫青，以乱汉军，所以故意安排卫青奖伤，让大王轻敌出兵，再派卫青伏击。所以雷贝叛变，刘彻估计我不会发兵，卫青也不用再办受伤。你竟然拿这个消息做人情！卫青被刺之时，你分明在场，还护卫着他斩杀刺客呢。正因刘彻不信我，特让卫青在我面前演戏装死，我以命相护，他却暗传护驾，根本就不会有事。他们军神同样狡诈，亏我当他们是兄弟。相比之下，大王更显仁德风尚，明君典范。刘彻这个小人，本来就是刻薄寡恩。若说仁德，寡人比得上。哼，刘彻也知道我们不会发兵，所以你这份礼对淮南全无好处。好，我还有第2份礼。大王应该觉得眼熟吧？雷贝的剑，剑主正卧于跃马坡凉亭旁的黄土下，为背叛大王忏悔。啊，杀得好！我养兵1000日，又定好黄道吉日，全因为这该死的雷贝，都要推倒重来。你确实替我泄了心头之恨。可是一个人死，对于我而言，最多是解一时之气，意义不是很大呀。看来大王最急于知道的，应该是关于大王亲弟衡山王的礼物吧？你是说你能助我与他修好？不错。段宏此来，除了是天朝的特使，也是衡山王刘赐的密使。别信口胡言了，叔叔与父王向来不和。兄弟系于墙，外遇其武，大王一直小心谨慎，迟迟不起兵，不就是怕衡山王黄雀在后吗？其实衡山王的心思与大王一样，他怕大王侵其国土，惶恐难安。那如今，他对寡人的怨怼恐惧已消除了？早就消弭殆尽了。而且我已说服他与大王合作，只要大王批准，我立刻安排衡山王与大王密会。荒谬！区区一个段宏，无才无势，凭什么让他听信于你？寡人也好奇，你到底用何方法来化解本王与弟弟的积怨呢？大王与衡山王兄弟失和，实为心病，奇珍异宝当然治不了。只有我这代主才肯起死回生。素足以令大王兄弟重归于好，结盟得天下的异斗素。陛下，淮南送来密报。
鼻环，段宏保住性命，过了第一关。鼻环套牛，任人牵扯。这是指他已经成功用计，将刘安套住。想必刘安现在正被段宏的牵绳拉着，一步步进入我们的圈套之中。段大哥果然智勇双全，想不到他仅用1斗素便取信于刘安，这么快就传来好消息。1尺布尚可缝，1斗素尚可冲。兄弟2人不相容，这是当日民间传作的歌谣，诉说刘安父亲与先祖皇帝的故事。当年淮南厉王刘长目无法纪，祖父多番容忍，他仍不自省，竟然谋反。祖父不忍兄弟相残，把他流放，可他却自杀了，让祖父背上了杀亲之罪。所以，段大哥再结2王丧父之恨，他们就自以为天生羽翼，自会同仇。我祖父哀怜他们丧父，不计前嫌，让他们得地封王。可他们兄弟不懂感恩，反击旧仇，与其父一样生谋反之心。朕若不将2人拿下，怎对得起先祖皇帝的在天之灵？如今，段大哥令2王歃血为盟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淮南王必会重用他。他表面拉拢，暗中却挑拨，定会让2兄弟两败俱伤，致内乱于未发之时。段宏办事，朕甚是放心。可惜那西北隐患依然蠢动，被打败1次，暂且退了。不过一会儿又卷土重来。陛下放心，既然段大哥已在淮南牵制而亡，国内无虞，卫青愿请旨出征，让外敌明白，他们每次犯边，都必打败，好叫他们以后安分守己。好，朕有你2人，何惧内忧外患？今次出征，就让霍去病跟你同去，让外敌知道我大汉多能人，一名少爷，足可叫他们丧胆。诺。段大人，刘安已决定于下月15起兵谋反，这是进攻路线与兵力部署，一定要亲自将密函送回长安。诺，刘赐那边放心，一切进展顺利。这是密使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交给大人的，以防情况突然有变，大人可调度应对。是虎符，可调遣天下兵马，可见皇上对大人的信任。你回去转达一声，我段宏会万死不辞，完成皇命，帮皇上静候佳音。诺。谁？你怎会在此？奴婢捉了些萤火虫过来，准备拿给大人看的，但有人突然进来，奴婢一害怕就躲了起来，不知道是大人。快！每一个房间都给我仔细搜！王太子，何事紧张啊？守卫发现有一黑衣人闯入王宫，朝这边来，相信正躲在附近。段兄弟不用担心，让我们进去搜找就好。啊，我一直在寝室休息，没有发现任何异样。我相信应该不会在这边。既然段兄弟已经睡下了，想必有人闯入也未必察觉。以策安全，搜！我。给我搜！太子殿下，什么人？我已说过没有黑衣人，太子刚才就是不信。不好意思啊，段兄弟，春宵苦短，打扰了。
到其他房间去坐。李姬，谢谢你。大人什么都不用说，不管各种情由是何，奴婢不想知道。奴婢只相信段大哥的为人，无论何事，立即必会尽力相助。大人安全，奴婢就安心了。今日15，大日已至，八方神仙与我神力，四方天兵前来相助。着刘安攻陷长安，顺天意，经大道，取代刘彻，登为新皇。即使天兵神仙，也不会助大王逆天而行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怎会知我密事？久居淮南王宫，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兵一马，有什么我不知道？哼！以往每日午时，总南巡大王踪影，只要稍微注意，不难探知你在这里装神弄鬼、做法求仙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原来你真的是刘彻的奸细！什么奸细？我是名正言顺由皇上派来，平乱除奸的特使。呸！你凭什么？就凭大汉皇帝的圣旨。皇上有旨，淮南王因劫宾客，抚巡百姓为叛逆事，即刻捉拿，押回长安，依法论处。荒唐！这是我淮南疆土，刘彻的圣旨在这里算什么？来人，给我抓住这个奸诈细作！抓他呀！抓呀！原来你将我的人都买通了，你们这帮叛逆之徒！他们并非叛逆，只是顺天而行，不想与你同流合污罢了。这御赐虎伏在，不听令者，才是叛逆。如今你大势已去，还是束手就擒吧。那衡山王刘赐与我一同起兵，看来也是我一厢情愿了。段某前不久已经告诉刘赐虎，你坐拥江山之后，根本不欲信守盟约，既不打算封他为相，亦不会重用其子，而是伺机杀他，吞并其风土。你以为刘赐会怎么做呢？你名为何纵，实为离间，挑拨我兄弟！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！枉我还曾救过你父亲，待你如此，你竟然如此的报答我！你休再假惺惺了，家父根本就没有什么避嫌小受的信物。当日我假意提及父亲，只为示你居心，没想到你竟然顺势拉拢，更证明你心怀不轨。我心怀不轨？那狗皇帝所作所为，那就是光明正大。你那两位好友，窦婴、灌夫，为刘彻效忠卖命，最后落得怎样的下场？我只有灌夫，骂作本并不至于死罪，就因为他知道你与田汾合谋作反，才会被害而下死狱。但是下旨杀他的是刘彻，刘彻杀的还有窦婴，当初是何其倚重，但是一个诬陷说辞就随意生杀，这样的皇帝，值得你为他出生入死吗？天下厚颜无耻莫过于你。窦大人并非被皇上赐死，而是他一片担心，为天下万民甘以死诱，让田汾疏于防范，以便抓住你这与他谋反的逆贼，才牺牲自己。看来你们还真是用心良苦啊！窦大人以己性命，免百姓于战祸，忠诚可敬。皇上早已承诺，把你押回长安正法之日，就是共济忠烈之时。你以为制住了我，就可以回长安邀功了？你可以买通这几个兵卒，
却不能买通整个淮南。是吗？参见大人，淮南各城已降，刘建已交出兵权。时道寡助，刘赐倒戈，连你的孙儿刘建都归降大汉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挣扎。从一开始，你就对我提推恩令，就已经在谋算我了，离间我与孙儿亲信的关系。你好狠毒啊！若非你只重权位利益，不顾亲情，又岂会自陷众叛亲离的境地呢？你们跟随那狗皇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刘安起义是替天行道啊！你若俯首就擒，我也不会为难；若你执迷不悟，我便不会让你逃出此事。此乃窦大人所赠宝剑，你若反抗，我便以此手刃你这叛贼。要杀我吗？可杀了我也阻止不了刘彻的败亡。淮南重兵皆握在我儿子刘谦的手上，现在应该已经出发攻长安了。我谦儿才是秉承天命的真天子，他定会为我报仇，灭尽你们这帮狗皇帝的兵马。恐怕你的谦儿也不能助你，因为他早已身首异处。谦儿！众将听令，在！五福在此，将叛贼刘安拿下，押回长安，以正法。谁都抓不了我，也杀不了我。我谦儿升天，也差天将来保护我。完全天将围绕着我，护卫着我。本神乃上天所派，下凡济世安民。你等不知感恩，反诬陷于我。你们不配有新君护士！把他拿下！我已经得道成仙，鸡犬相闻，都可以升天。刘彻永远都杀不了我。参见陛下，臣没有失信于陛下，淮南叛乱已经平静。这些年，你辛苦了。护国除奸，是臣职分。陛下交给臣这虎符，足以证明陛下对臣的信任。臣即肝脑涂地，无以为报。朕虽给你虎符，但你不废朕之兵卒，不用朕损兵折将，便阻止了叛乱，这是天大之功啊！臣不敢居功，无需谦让了。都因灌夫
如今死能瞑目，正因你证实，当年就是刘安与田汾合谋作乱。这是臣在刘安密室中寻得当日田汾与刘安相通的密函，这就是他们谋反的铁证。好，这铁证正好作为祭奠之物。若田汾未死，朕必将他五马分尸，以祭窦婴。窦婴，当日田汾碍事诡计，你不得不因伪造圣旨而无辜枉死。目前只有臣死，让田汾以为陛下相信是臣诬告他，而疏于防范，也好让陛下趁机找出他的罪证，以便吞并不法，一举铲除田汾及其合谋一党。臣恳请陛下原窦婴必死之志。如今真相大白，叛逆者都已伏法，窦婴你就安息吧。淮南已肃，位告英灵。耿耿忠心，无愧天地。